什么电影能在奥斯卡获奖2次，提名1次？答案只能是《教父》系列，因为它是一个男人成功的智囊经，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看它，都会受益匪浅。所以说，《教父》是大部分男人心中排名第1的电影。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这部50年前的电影到底让后人看透了什么。克里昂家族位居纽约5大黑手党之首，声望和势力无人能敌，所以维多·克里昂被世人尊称为教父。他不但掌控了纽约最大的工会和赌场，还充当了百姓商人的保护伞。这一天是女儿康纳的婚礼，很多有声望的政客和家族都欢聚科里昂府邸，很多朋友也借此机会寻求科里昂的帮助。第一位来的也和科里昂家族一样，是意大利移民，他是个殡仪馆老板。前几天他的女儿被2个恶棍殴打，导致毁容，但法院只给恶棍判了3年徒刑，而且还是缓刑，所以他找到了科里昂。因为在当时的纽约，法律给不了的公道，科里昂可以给。科里昂并没有立即答应他的请求，因为他施人恩惠绝对不是为了钱财，而是为了交朋友。殡仪馆老板很会意地低下头亲吻他的手背，并尊称他为科里昂阁下。第二位是糕点师，他的准女婿即将被政府遣返意大利，他想让科里昂动员关系，把准女婿留下。只有第3位是毫无所求，并且纯粹敬仰科里昂的。现在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科里昂家族人物。科里昂有3个儿子和1个女儿，外加1个养子。老大桑尼性格暴力，喜欢接触除妻子以外的女人，但他对父亲和家族事业尽心尽力。老二弗雷多性格懦弱，从不参与家族事业。老三麦克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部队从军，刚刚带着女朋友一起回来，书生气很强，对家族事业从不感兴趣。养子汤姆担任家族的智囊军师，一直为家族事业尽职尽责。另外，科里昂手下还有2个元老级元首，一个是胖子克里曼莎，一个是瘦子泰西欧，很多大事他们都要参与。女儿婚礼仪式开始，一家人站在一起拍摄大合影，场面其乐融融。这就是老教父领导下的科里昂家族最鼎盛的时刻。最后来的是大明星强尼，他一来就引起全场的轰动。当然，他之所以能火，也是深受科里昂的庇护。但现在他又有了新的苦恼，他想当一部新电影的男主角，但由于得罪了电影大亨，完全不可能有这个机会。他是科里昂最宠爱的教子，所以科里昂当然会帮他。婚礼过后，科里昂派军师汤姆亲自去打点电影大亨，为教子强尼争取出演男主角的机会。电影大亨看在科里昂的威望下，热情招待了汤姆，还带他参观了自己600万买下的汗血种马。但很遗憾的是，他还是没有答应科里昂的要求。可是第2天清晨，他的被窝里就藏着那颗价值600万的汗血马头，所以科里昂的提议没人能够拒绝。上世纪20年代，很多人为了实现心中的美国梦，从欧洲移民到美国。为了不受本地人的排挤，他们纷纷组建了自己的帮派，这也形成了美国历史上黑手党最猖獗的时代。以科里昂家族为首的5大家族几乎衔接了整个纽约的工会、法律和政界，这就导致了外来行当必须得到科里昂家族的支持。所以，来自土耳其的大毒枭很想拉拢科里昂入伙，因为他非常需要科里昂家族掌握的政治关系。军师认为，做毒品生意非常赚钱，如果拒绝合作，将可能导致在其他家族面前丧失绝对的优势。现在毒枭已经得到塔塔利亚家族的全面保护，但会面时，克里昂还是一口拒绝了毒枭。But they wouldn't be friendly very long if they knew my business was drugs instead of gambling, which they regard as a harmless vice. But drugs is a dirty business. If you're worried about security for your million, the Tatalias will guarantee it. Are you telling me that the Tatalias guarantee are in... 这时大儿子桑尼刚想插嘴，就被父亲拦了回去。克里昂客气地送走了毒枭，然后叫住了桑尼。Come here.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I think your brain is going soft from all that comedy you're playing with that young girl. Never tell anybody outside the family what you're thinking again. 克里昂看得出毒枭野心勃勃，不可能就此罢手的。他叫来最信任的杀手，派他到塔塔利亚家族摸清底细。这天是美丽的圣诞节，杀手带好装备来到塔塔利亚家族的酒店，对方表现得非常客气。无独有偶，军师汤姆在商店门口也被毒枭的人抓走，他们想逼迫他回去说服桑尼达成合作。另一边，二儿子弗雷多开车带着科里昂出门，他们在一个水果摊前停下，科里昂下去买水果，他要带回去送给孩子们。突然，
看着父亲倒在血泊里，弗雷多吓得抱头痛哭。虽然此前桑尼并不认同父亲拒绝与毒枭的合作，但现在父亲生死未卜，他必须站出来保护好家族。另一边，远在加州的麦克连夜赶往家中。大家都知道，此事一定是塔塔利亚家族干的。关键时刻，几兄弟必须齐心协力。纽约最大的黑帮教父遭人刺杀，小儿子麦克要到医院看望他，但来到医院，里面却空无一人。他急忙来到父亲的房间，除了父亲，一个看守的人都没有。在这么关键的时刻，父亲怎么可以没人保护？他询问走来的护士，护士告诉他是警察把所有人都赶走的。麦克知道情况不妙，他赶紧打给大哥桑尼增派保镖，然后他让护士帮忙把父亲转移到另外一个房间。这时刚好来了一位看望父亲的蛋糕师，他没让蛋糕师进去，而是把他带到了大门口。两人把衣领竖起来，手放在口袋里，假装有枪的样子，这样就造成了里里外外护卫森严的假象。果然，一辆汽车驶来，很显然是毒枭派来的杀手。杀手看到站在门口的二人后，直接驾车离开。刚消停下来，又来了几辆警车，警长以治安为由要赶走他们，但父亲在里面，麦克当然不会走。警长直接把他打到嘴角流血。麦克知道警长已经被毒枭收买，接着警长要把他抓进监狱，刚好军师带着手下及时赶到。Attorney for the Corleone family. These men are private detectives hired to protect Vito Corleone. They're licensed to carry firearms. If you interfere, you'll have to appear before a judge in the morning and show cause. All right, let him go. Come on. 第二天回到家才知道，桑尼因为弟弟被打，直接带人干掉了塔塔利亚家族的大公子。目前双方都有人员伤亡。毒枭提出要单约麦克谈判和解的事情，但桑尼坚决不同意和解。他和持相反意见的军师展开激烈争吵。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麦克说话了。他说想要保证父亲的安全，干掉毒枭才是关键，并且提出他可以趁着谈判的时间，同时干掉毒枭和警长。听到这儿，大家被这个一直不问家事的书生逗笑了。Hey.What are you gonna do? Nice college boy, huh? What do you think this is, the army where you shoot them a mile away? You gotta get up close like this and bada bing, you blow their brains all over your nice Ivy League suit. Come here. Mwah! You're taking this very personal. Tom, this is business, and this man is taking it very, very personal. Where does it say that you can't kill a cop? Come on, Mikey. Tom, wait a minute. I'm talking about a cop that's mixed up in drugs. I'm talking about a dishonest cop. A crooked cop who got mixed up in the rackets and got what was coming to him. That's a terrific story. And we have newspaper people on the payroll, don't we, Tom? They might like a story like that. They might. They just might. 但说笑归说笑，最终大家还是同意了他的提议。桑尼通过警局里的线人提前得知了谈判地点，警长和毒枭搜了麦克的身，然后经过多次兜兜转转，最终来到了指定的饭店。谈判期间，麦克提出要上厕所，两人想着他没有武器，就让他去了。但他们不知道，厕所的马桶水箱后有人提前放好了枪。回到座位，麦克神色非常紧张。手枪已经被特殊处理，不会留下指纹，他只需要丢下就可以了。接着他跑到门外，顺利乘车离开。没多久，科里昂出院了，一家人其乐融融，只有麦克不知去向。你敢想象吗？作为美国最大黑手党教父的唯一千金，竟然挺着大肚子还要遭受家暴，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这他还向哥哥求情。Sonny, please, it was my fault. Sonny, it was my fault. I hit him. I started to fight with him. Please, Sonny, I hit him. Sorry, please. 大哥桑尼心疼地亲吻了妹妹的额头，嘴上说着不会追究，但内心里已经发出了雄狮的怒吼。第二天，他就带着人马找到了妹夫。但渣男绝不是一顿挨打就能知错的。妹妹接到了小三的电话，她在丈夫面前一阵咆哮，但是却遭到了更狠的拳打脚踢。科里昂府邸内，桑尼接到了妹妹的求救电话。Listen, you wait there. Hang on.
just wait there. Son of a bitch! Son of a bitch! Son of a God! 汤姆知道桑尼的暴脾气一定会惹出大麻烦，他拦都拦不住，只好派几个手下跟着桑尼。桑尼一路驾车狂奔，当他来到收费站道口时，竟然遭到了汽车劫毒。他知道自己被暗算了。隔天，全家人都在哭泣，只有大病初愈的科里昂蒙在鼓里。他沉重地问：“我的好军师，你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老父亲竟然没有暴怒，只有隐忍的眼泪。科里昂叫来了老朋友，他老泪纵横地要求殡仪馆老板用最好的化妆技术让儿子以最体面的方式离开。另一边还在躲避仇家的麦克已经在西西里跟一个当地女子成婚。当哥哥的死讯传到这里时，他愣住了。眼下他这里已经不再安全，他要带着妻子转移到其他地方。妻子坚持要开车，他刚发现不对，但为时已晚。妻子替他送了命。五大家族首领会晤如期举行。面对杀死仇人，科里昂没有抱怨，只是表达了自己的心痛。塔塔利亚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也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们都该停手了。他知道大家想做毒品生意已经不是他能阻拦的事情。他表示可以分享出来自己的政界关系以及法律保护。I forgot the vengeance of my son, but I have selfish reasons. My younger son was forced to leave this country because of this Salazzo business. All right, I have to make arrangements to bring him back here safely, clear of all these false charges. But I'm a superstitious man, and if some unlucky accident should befall him, if he should get shot in the head by a police officer, then I'm going to blame some of the people in this room. And that I do not forgive. 最终，所有人达成了和解。这场会晤也让科里昂看出了真正的幕后黑手。杀桑尼的并不是塔塔利亚，而是巴西尼。麦克从西西里回到纽约，接替了父亲掌管家族的大任，并且找到前女友，跟他重归于好。黑手党教父科里昂身中10几枪之后死里逃生，家族事业也随之逐渐衰弱。巴西尼家族更是趁虚而入，不断抢他们的生意，就连家族的2大首领都要自立门户。初当大人的麦克又该如何应对呢？他认为目前的科里昂家族风格已经过时，必须在5年内转型为合法产业。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家族总部转移到内达华，解除汤姆的军师职位，让姐夫卡洛做自己的左右手。汤姆对他的决议很不满。Why am I out? You're not a wartime consigliere, Tom. 老科里昂安慰汤姆说：“你相信我的决定，就要相信麦克的决定。”来到内达华拉斯维加斯，麦克第一件事就是强行收购当地最大势力莫格林的产业。Corleone family wants to buy me out. No, I buy you out. You don't buy me out. 这可把莫格林气坏了，我才是这里的老大，你竟然要踢了我！一旁的二哥弗雷多还在为这个曾经当众打过自己的所谓的好朋友圆场，但他并没能让莫格林息怒，他更不知道自己的弟弟有多强硬。Fredo, you're my older brother, and I love you. But don't ever take sides with anyone against the family again. Ever. 退休的科里昂还在为儿子分忧，他说藏在莫格林背后的人就是巴西尼，而巴西尼肯定在想方设法除掉你，你一定要小心。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学会了小心，女人和孩子可以粗心大意，但男人不行。他非常相信麦克的能力，他知道麦克一定能把家族事业洗白，走向合法化。We'll get there, Pop. We'll get there. Now listen, whoever comes to you with this Barzini meeting, he's a traitor. Don't forget that.
这一天阳光明媚，柯里昂在番茄地里陪孙子玩耍，他们玩得很开心。孙子一直追着他闹，他也像个老小孩一样给孙子做起鬼脸，但突然旧疾复发，他倒下了，一代教父就此陨灭，没有痛苦，没有悲伤。一代黑帮教父柯里昂去世了，5大家族的人都来参加了葬礼。他们表面上一片和谐，实则早就潜藏了杀机。麦克一直用眼光审视这群狼子野心的人，他在等待那个中间人。果然被父亲说中了，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叛徒竟然是追随父亲几10年的泰西欧。麦克表面上迎合他的提议，内心已经做好了掌控全局的计划。这天，麦克认姐姐康妮的儿子做教子，洗礼仪式隆重而和谐。而另一边，他的杀手们开始对其他家族展开了疯狂大清洗。当然，叛徒一个也跑不掉。泰西欧恳求汤姆替他向麦克求情，汤姆表示无能为力，然后他就被带进了车里。仪式结束后，麦克让姐夫卡洛在家等自己。毫无察觉的卡洛一口答应。很快，麦克就带人来到了他家里。原来桑尼的死正是卡洛和巴西尼家族串通的阴谋。卡洛以为麦克会为了姐姐放自己一马，但他完全低估了麦克的决心。姐姐得知丈夫被弟弟处死，发了疯一样冲进办公室。妻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他心中的麦克曾经是个一心想跟家族黑势力撇清关系的人。他质问麦克这到底是不是真的？麦克给了他一个拥抱，说不是真的。他不想让妻子难过。妻子走出房间后，他的手下就来到身边，亲吻他的手背。新一代教父就此诞生。麦克用实力结束帮派纷争，稳固了自己的位置。老教父维多·科里昂几乎涵盖了成功男人具备的所有元素，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经典语录。放心，我会给他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不能抽空陪伴家人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或许有一天我需要你的帮助，可能那一天不会到来，希望你到时也能帮我。永远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的想法。我用一生学会了小心。女人和孩子可以粗心大意，但男人不行。句句都能体现出他的强大、睿智以及迷人的魅力。麦克则从一个白面书生逐渐演变成为一个足智多谋、沉稳大气但又不乏心狠手辣的教父。老教父不会杀了女婿，更不会杀光所有帮派，但他却做到了。也许他能比父亲走得更远。